有热闹哎。哎，他怎么了？死了，怎么死的？突发心血管瘤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他叫季强。衣服呢？咋的了？季强死了。死在哪儿了？死在了他的棚子里。走的安详吗？二胖，回去别和你姥爷说季强没了，听到没？我爸又去弄他那变速自行车了，应该是吧。哎呀，折腾去吧，他爱折腾就折腾。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变速自行车。为啥呀？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，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。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，机器一响，眼睛里都冒光。我看呀，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。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。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。哎呀，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。法国很流行，加皮加，我弄死你！这咋了？这干啥呀？现在只是先锋，100年后会感谢我。哎，兄弟，别，不是怎么回事？弄死他！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，兄弟？他给我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。我又没吻你脸。别急，别急。兄弟，你能让我看一眼吗？我看一眼方便吗？我给你看。完美。六爷，啊，你来抱住他。哎，没毛病，真的。哎，兄弟，我这儿就这么多，你先拿着。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，面积不算大。我就是专业啊。这条路你要想走到黑，你最好学武功吧。钱我先给你垫上，记得还我。没事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啊。我能改，我真的能改。
哥，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？这叫啥主题？大日如来。今天我辛苦刘哥了。哎，20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你可以把拔罐、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，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，咱怎么解释都可以。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，你拔罐、刮痧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，我把它带过来，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。还有，你看，很多大姑娘、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、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，等到分手的时候，他们就后悔莫及。这时候，针灸就派上了用场。啥用场啊？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，疼在身上，爽在心里。再不解气的话，直接用刮痧板刮他脸，再不解气，直接用拔罐拔他的脸，就好像那个银角大王进了葫芦一样。哎呀，行，我已经看出你的艺术造诣了啊！这么的，兄弟，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务必要如实回答我。您说，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？确切的说，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，一条道走到黑。一切都很完美，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。老舅别伤心，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。我这么想，二爸，这车的事儿呢，就先搁这儿，我再攒点私房钱，买一个新的车床。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变速自行车。不用。想成就再小的事业，也需要资本。拿包，回家。老舅，明天你得去趟学校，老师找家长。咋的？你又惹事儿了？我没干啥。没干啥，老师为啥找家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明天去了再说吧。哦。霍小阳，他是惹什么麻烦了吗？没有，你放心哈。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，纯聊天儿。哦，别紧张。我不紧张啊。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？啊。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？这孩子吧，虽然学习成绩一般，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，这点非常好。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，他不仅天天迟到，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，全是机油，一洗半节课。你说这学习能好吗？这是我学艺不精，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。这次考试，他又倒数第2。哎，这成绩好了呀。郭小雪倒数第1。哦。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？啊。他这情况，那只能住我们家呀。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。但是2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的，尤其是郭小雪。你得给他疏导。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你也千万别让他在意啊。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，那必须的。什么呢？他爸那些事儿？不是，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。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？然后说他俩结婚了，俩人咋地的。哎，对，别在意他，乱说，小孩不懂事儿。哎，我不在意。对，不是我也在意。对，咱该在意在意，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。啊，对，行，那感谢您。
给您添麻烦了啊。那稍等，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。啊，崔梦这孩子吧，他一直品学兼优，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的太快了，经常上课犯困。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，是这样吗？就是郭小雪。啊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是梦梦这孩子吧，他可真是个好苗子，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，对吧？而且她又是你亲闺女。您说的对，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3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。您说没事。哎呀，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。从今天起，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，我以后会多去店里。你辛苦了，老婆。梦梦，把衣服跟鞋穿上，你出来跟我聊聊。把衣服穿上啊。爸，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。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啊？哦，是。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，不是总磨牙吗？太吵，然后爷爷就给她买了那个牙套，她现在是不磨了，但是她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，一会儿尖叫，一会儿骂人，一会儿还抽搐。还有她养那条狗，一到半夜就叫，这让人怎么睡啊？小雪经历了，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？爸，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，你俩也是好心想把她接过来，她也确实是挺可怜的。你看，上次鞋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，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，她还能在咱家住吗？其实也没啥的，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。你说，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，现在要3个人分，凭什么呀？闺女儿，爸都清楚，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，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。你要记住，萌萌，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，不是别人的。爸，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，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，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地户在这个位置哈。这是咱们全市第1栋商品房别墅，都是统一的，4室3房3卫，再加一个地下室。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。哦，3个卫生间。3个卫生间，那咱们3个孩子搭不起来了。是好，价格肯定也好哈。45万，这是最低价了。是。如果现在不定，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。对，挺合理，它这个整个布局。对。能？那定不？定不？ 45。
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，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。当然要定，气质还行，长得也还行，你漂亮，人也漂亮。行，我再合计合计，好吧？看一看，这买房子不是小事。那先商量商量。行，商量商量啊。哎呀妈，这房子太漂亮了，带劲。带劲就买啊，搬进去住。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，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。目前为止我看啊，把咱住的房子卖了，拢共加一块儿，估计还差20来万。2万还可以，努力也赚出来了。努力啊！妈呀，你可真敢说！我就怕你努力，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，最重你又得进去。你这样你再进去就3进宫了啊！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。我还挺想进去的，能看看大炮，唠唠嗑。想进去啊？啊，找大炮。我送你进去。哎，怎么？哎呦，你怎么还动手了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快点给我弄点，这么多人呢，干嘛？哪有人啊？你快点啊！你都爬窗户看着呢。你再练会儿。我不行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。房子买不买？我都已经嘚瑟了。你买吗？买。买？你有钱吗？有。哪儿呢？你兜里。哎，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。又要写书啊？哎呦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，不紧跟时代的潮流，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？二胖说要在家里养王八。啥？他要干什么？梦梦说，小雪养了狗，二胖养了王八，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，他更要养。他要养2只鸽子，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。那人还能活吗？咱们家？你说呢？不是，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？这俩孩子这脾气，你能阻止吗？行吧，买别墅要提上日程了。咱们要再生一个，他会养些什么呢？哎，好，你这剧本来。哎呀，你刘叔啊，这手艺啊真行，几针下去，哎，我这浑身舒坦的，想找个地方抡大勺。那好，你坐。看的啥书啊？我呀，我在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，以及我们的未来。哦，有研究成果了吗？一点点。您听我说说。哎，说说。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，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，你比方说满洲里、黑河还有绥河，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，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，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。哦，你现在要改行，研究政治了。哎，挺好。等你研究成功了，被国家发现了，跟你来个隆中对，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，你就成诸葛亮了。您这没意思了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，你别挖苦。不是，我真觉得挺好。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，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，担心你再进去。哎，您先别着急挖苦我，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？说。从斯大林时代，前苏联
为了国家安全，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，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。咱现在拿2个那个暖水壶的平胆，能把他们的摩托换回来，您信吗？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真事儿，这都有人换过了。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，我想去拼一拼。绥河是我的首选城市，离我们最近。你才安生几天呢，又开始穷折腾？这词儿不好听，奋斗。我之前也是在奋斗。我挣着钱了吧，爸？甭管多少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，那很多就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，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，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。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，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。您要说这是折腾，那他也是往好了折腾，对吧？好，可以折腾。不过得轻着点折腾。怎么个轻法？你有20万，你拿出2万去折腾；你有30万，拿出3万去折腾。别伤了筋骨，好好干吧。纹身啊，打算纹个什么图案？猛虎硬爬山，阎王3点手，霸王硬浙江。你选一个吧。很抽象，适合我。来，这边请，趴下，我准备一下。这边。你崔哥跟我说啊，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，老被人揍，让我教你2招。你就是宏伟哥吧？在下正是。但它不是手艺的事儿，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。你想学啥？学到什么地步？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？有是有，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，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，这合适吗？不合适。不用打死，打服就行。那也不行。这种招啊，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，容易冲动，容易鲁莽。敢问您师傅是谁呀？肯定是咱省体工队的吧？你知道7道街的红旗浴池吗？我知道啊，打小在那儿搓澡。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。不是，那您跟他学的是搓澡啊，还是武功啊？搓澡我也会呀，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，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！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，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，行不行？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？你知道胡凤三吗？我知道胡汉三。他们俩虽然就差1个字，但是胡凤三那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30几岁就号称关东第1拳。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酒镖局。民国时期，30万奉军的总教头，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。918之后，更是在东北除奸无数。确实很威武，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师傅的师傅。您师傅这么威武，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呢？那不然呢？建国之后，那哪还有什么镖局、什么打打杀杀的呀？他是习武之人，他的饭量奇大，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。说不准你师傅还给我搓过澡呢。有可能。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啊，那是相当的辛苦啊。那时候我们光练步法就练了3年，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。我师傅的武功那
那已经是登峰造极，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过手。有水吗？口干了。没有。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，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？拳击是格斗技术，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，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。几千年来，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那能是吹出来的吗？那不能。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？没关系，你不信就算了。我也该回鱼市上班去了啊！就这样。不是哥，咱这不就是咱这不就聊聊天吗？没事吧，大兄弟？你咋了？没摔坏吧？师傅，我这还没使劲儿呢，我这童子功，快请起啊！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以后你就是我师傅。哎呀，小点声，别让人听见，怪不好意思。行吧，那我就教你一招。来，我站这边，您再来一遍来，师傅。这就叫猛虎迎爬山。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。看好了，哎！最后一战，输！一天练5000次，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。多少次？5000次。就这几下？对，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。不是，就这几下5000次啊？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？多少？几百万次。走。这爬山。相信我，来回几趟，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。随佛啊？那咱爸知道吗？知道，他支持我。 2万，就2万，多1分都不能给你。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拉倒。3万，买衣服砍价呢？这是职业习惯吗？就2万。2万5，4句号，咱不争论。1分没有。2万。他这是咋了？怕客人揍他，要学武功。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，我看他是个有点。他肯定不会，就是因为没客人，他闲的。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？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。得了，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，就这样成天练的腰酸腿疼的，隔3差5，还得上我那按个摩拔个罐去，更没钱了。所以啊，他就应该学搓澡，学啥武功。哦对，下个月我要去趟绥河。我一个人吧，去做生意，心里边有点突突。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？你看我这周围玩，我现在生意这么火，主要我走不开呀，这真是个麻烦事儿。他跟你去啊？你疯了吧？要命啊！他是有两下子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有，我们在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。哥，你打我，太快了。不是你让我，你拍我就行，你拍我吧。好。嘿，快不快吧？你说快不快吧？快，厉害！还行啊。国明，师傅，
我还是喜欢这件，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。行，啊，成，咋样？每天至少5000次，不信你问崔哥、刘哥。哪一个？给我看看。胡一发山。咋样？你这是练了啥呀？啊？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啊？你简直是有辱门风！你以后出去啊，别说是我教的你啊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，咱俩打的不一样吗？能是一样的吗？你还是学搓澡去吧你！哎，气死我！要是哪个细节不好，您说，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。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？哎呀，以前啊，旧社会，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，这像什么脑袋碎砖头啊，胸口碎大石什么的。要是没钱了呢，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，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，赚点钱糊口什么的。但是学这个啊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，类似于武功，但它又不是。学吗？不是，你要教他这个，你没必要吧？就这个，我能行。我给你拿个衣服，先搁这儿。哎，谢了。打小不怕疼。那咱们就来这个。就这个。好，师傅给你演示一下。师傅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就学这个。我不是最爱烤你冰棍吗？你不要这么撸我嘛！你那是一口吗？你一口把我一根儿都吃了。送医院去吧。还有呼吸，等我就回来吧。这是密码本吗？真是密码本？难道他是间谍？你想太多了吧？赶紧报案吧！这个老特务，这是个电话本，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？那这个图是啥意思？两只羊，2羊呗。啊，那是羊，快给我了。咦，咋的了？你这是霍东风吗？来，你看看这个。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，昨天解除的，他还有1个月才能解除。然后他让我来找你。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？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呀，他让我过来呀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，就是老大的那种。他说是起码要上1000平的，就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，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。说你认识的多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想想啥来着？对，他说他这次回来就再也不惹事儿了，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。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啊？还开一大饭店，他哪儿来的钱呢？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儿叫宏伟，说1年多在鱼市挣了不少钱。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？你是生病了吗？不是，我从昨天早上出监，我到现在我没吃饭。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走。我带他去吃口饭。你看店啊。
来点素的。我不要多素，你那太素了。别着急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刚才跟你爸出去那人是谁呀？不知道，说是刚从监狱出来。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。啥玩意儿啊？哎呀妈呀！行了，你们该玩去吧。睡。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霍东风啊，真是好人。他从不欺负人，他专门能受了那强的，不欺负弱的。这是他。你是咋进去的？玩笑，来，哎呀，我不是蹬板车吗？这来城里没2天啊，你说城里的规矩，我也不懂啊。当时有交警管我，我不服，我就跟他撕巴起来，我俩轱辘沟里去。再后来我就被老交了。仔细怪我，我没文化，你说城里那消防灯那牌子上画的啥，我哪知道啊？跟警察撕巴，你能不进去吗？这老调那应该的。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？霍东风说我出来这2天让我找宏伟，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，用板车里送鱼。我文化是没有，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。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。我在屯子这人管我叫流氓子，真的，蹬板车，100来里地我都不带喘的，200来斤那包往我身上一放，我跟你说，我一溜小跑。宏伟那儿你别去了，咋了？你要是去找宏伟呢，就离再进去不远了。不是，那我怎么出来？我得干点啥呀？霍东风出来以前，你先跟我干。好。遇见了好心意，丫鬟春红。我老婆，刘哥，这咋好？霍东风的狱友，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。回去，刘哥。你可真有才呀！啊，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。我终于练成了！哎呦，恭喜恭喜，这个宏伟哥，我练成了！你松开！不松，松不松？你松了还打我吗？你看我打不打你？你把鸡毛掸子给我来！我这被我摁着呢，你还想打我？给你看我削不削？来，你咋削？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啊？劳改犯、达、街溜子、盲流子，都什么人？净跟他们在一块儿，死了！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？劳改犯咋了？人挺善良的呀。你对他们好，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烦死！没说完话呢。啊，你说。不许跟他们在一块儿。好。哎，说完没有？说完没有？行，那就准备发货吧。3天以后我们就到了。好。这个，我把店儿给刘野了。好事儿。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？你的店不黄，我才会惊讶。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？你以后做别的也能用得上武功。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。你能干啥？保镖，我会武功啊。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。我老婆快回来了，我真想和你去随和。嫂子，他又来干啥？他想跟我去随和。绝不可能。收到。太香了，来。
我确实能吃，但你放心啊，给我吃的这些钱，我双倍给你挣回来。你挣不回来，我也管饱。肯定挣回来。这40多年，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屯子来城里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真是沾你光了。等咱挣了钱，你天天吃大骨棒去。我不用吃大骨棒，给张煎饼就行。你咋来了？绥和是一个边境城市，那儿离俄罗斯很近。那虽然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，但是啊，它的艺术审美上毫无疑问是值得借鉴的。所以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绥和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，中西合璧，成为大纹身师。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。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，那我还有什么追求？不正经也无妨，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。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4天王，别碰，那是他独家珍藏。他非要站在浪潮上，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，走街串巷，捧着东北的粤语腔，那段背起行囊的路途就不漫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只要念念不忘，总有回响。有你在我也不算流浪。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，不是高楼林立，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。老磁带里播着崔健，一口酒配1碗面，日子一天一个样，背影模糊澡堂的烟。不信星座也不信命，他说天才不写简历，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。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，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磨破了手掌，握住了梦想。